这是我家小米果，它非常喜欢爬到我左肩，再爬到我右肩，在我背上睡觉，待着待着就睡着了。它可以这样子在我背上睡，直到我背酸的不得了，才会把它接下来。它可以这样睡1-2小时，我就想说，我干脆趴着我们一起睡觉好了。但这边有一个重点是，其实我觉得这样睡觉非常危险，因为它身体很软嘛，可能睡觉翻身都会把它压伤，或者是它跑掉，它醒来跑掉，你没有发现，不建议这样做，非常危险。好，那我就想说，我不要睡觉，我不要睡着，我不要做梦，我就进入冥想空间。我的冥想空间跟做梦不一样，在冥想空间，随时想抽离就抽离，就这样。跟他一起啪啪，我就这样录着我们休息的样子，开始进入冥想空间。因为我冥想是看得到画面的，有一点灵视，这样说吧。第一个看到的是小米果小的时候，在一个小小塑胶透明箱里的样子。听到了1000公克这个词，那时候我还在心里想说，1000公克是1公斤，小米果怎么可能这么重？我还吐槽了一下。接下来画面变得更模糊一点。看到绿色的小米果在天空中飞，而且很大只，有点像龙，也不一定是跟我们同一个世界的龙嘛，也有可能是不同世界的龙。但这时候重点来了，我听到一句是很清楚的一句，飞越10000公里，而且这一句是带有字幕的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如果我看到的讯息或是梦到的讯息，它带有白色字幕的话，代表这句或这个讯息非常重要，是神谕等级。我自己的归类是这样，只要出现带有白色字幕的讯息，听到声音加白色字幕，这件事都是非常重要。这时候神奇事情发生，就是如大家所见，小米果它抽动了一下，我身体就感觉到它抽动，我就醒来了。我就回看刚刚录制的影片，从我闭上眼睛进入冥想空间到小米果抽动，大约是30秒。我先说我进入冥想空间的时间非常的快，我甚至是2-3秒就可以进入那种无我的状态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我几乎没有呼吸起伏。我的冥想可能跟大家想象中深呼吸不太一样，我是进入几乎不呼吸，非常微弱。当然人一定要呼吸，不然会数掉。微呼吸，微呼吸。我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快死掉，有一种忘记呼吸的感觉，所以反而会惊醒，想说啊，我刚才是不是忘了呼吸？但其实没有，因为我还活着，没有窒息感。后来我就习惯，我进入冥想空间，我是几乎没有在呼吸的那种非常微弱呼吸。通常我都是几秒钟就可以进入冥想空间的状态，但我不会想要刻意进入。今天是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不能睡着，我怕会压伤它，一个翻身不能睡着。所以是我第一次有意识进入冥想空间。因为其实虽然我能进入，但我没有要求什么或是要看到什么，是没有太强烈的主观意识要利用这个空间干嘛。算是我第一次主动进入冥想空间。那大家听到这里会觉得我看到的画面意识跟这个30秒是有什么意义的吗？还有小米果的抽动，我就想说这是不是小米果的记忆碎片？再往前推，它这个很有趣，它有点像倒叙的方式。我先看到他小时候，再来那个是不是他的前世呢？飞越10000公里是什么意思？是他来找我吗？因为我觉得很神奇，我跟他才相处短短2天的时间，其实第一天晚上我就梦到他，然后我的守护神他帮我求了一个护身符，因为他有点分离焦虑，给小米果。我醒来仔细想想，其实那个护身符是给我的，因为我担心他的分离焦虑，太担心了，所以真正焦虑的是我，因为他是我守护神里面最谦虚的一只，超级谦虚。其实那护身符应该是他自己做的，但是他为了不要揽功劳，不想说自己做，所以他的语气有点像是从别的神明求了护身符给我。那个护身符的样子是3个布章排横的排成一个护身符，那个布章是刺绣的，颜色很鲜艳。至于图案是什么太模糊了，我记得有红色，非常鲜艳的红色，3个布章刺绣在一起，根本就是我家那只守护神他自己缝的嘛他真的是太可爱，为了减缓我的焦虑，这太心动了吧。而且非常好笑，隔天小米果就没这么焦虑，就是他会一直跳想要从箱子里爬出来找我玩，隔天就比较稳定，直到我醒来打开盖子摸摸他跟他互动，他才开始又动起来，不像第一天他就是一直跳要出来跟我玩。
有成功减缓到他的焦虑，很有趣。因为我养2只猫，养这么久，养了几年时间，我都很爱它们。就只有一次我喝醉酒回家，然后我梦到我家的猫在陪我喝酒，超好笑。就梦到了其中一只，那时候还没养第2只，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。我才梦到猫1次，然后我跟小米果相处第1天我就梦到它，不觉得很神奇？第2天就看到它的疑似前世，太神奇。那1000公克是不是指它灵魂的重量很大，思念的重量？讲到这里觉得好肉麻哦。所以我在想，小米果它的重量1000公克，如果是指灵魂重量，可能代表它对我的思念很重，或是它已经活了好几世，所以灵魂重量很重。第2个谜题是穿越1万公里，那1万说不定不是指实际的公里数，而是指很远很久，加上对比它那条绿色龙的画面，就会想说它是不是穿越好几世来找我，或者是甚至是从不同维度不同空间来的，想想不觉得很有趣吗？第3个谜题是小米果30秒后抽动醒来，然后他看了我一眼，我就感觉到他在动嘛，我就醒来。这件事代表什么意义？有没有可能是小米果意识到我在感应他这件事情？因为既然我跟他同时在这种空间里面，同时进入这种空间的话，有没有可能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样？我的是有翻译版，翻译成中文版，因为我的梦里面的语言是可以被转换的，所以可能自动翻译成中文版。那个30秒很妙，有没有可能是经过了30秒之后，他才感应到我，感应到他？就如刚刚影片所放的一样，他是突然惊醒，一直看着我，而同时间其实并没有声音足以让他惊醒。他不是慢慢睁开眼睛，他是很突然的睁开眼睛。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盯着我的脸，看了很久。他可能在想，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好像看到你，不然他为什么要一直看着我？所以他是不是意识到什么呢？如果有人对我刚刚说的无我的状态有好奇的话，可以延伸去看，不是有一个自说自话的总裁的频道吗？他有一个副频道叫总裁聊聊，他有一则影片我觉得超精彩。吸引力法竟真的存在，意识真的是宇宙的基本法则吗？佛陀是怎么看破时间空间的？2位科学家证明了一切。哇，这标题很长，主要是在说2位科学家夫妻如何从坚信涌现论到相信泛心论，也就是万物皆有灵，这种过程发生什么事情？超有趣的。新无神论是启示。我其实也很喜欢看无神论的说法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所以呢，他们里面讲了一个叫 DMN 预设模式网络，这个超重，基本上把这个关掉就是无我的状态，就如同我在冥想空间里面会把我这个概念关掉，算是被动的关耶，不是主动关，它很自然就关了，所以我不会感觉到我的身体，我感觉不到自己呼吸，感觉不到身体哪里舒服哪里不舒服，也不会思考自己，不会思考世界，就呈现一种类似于五蕴皆空的透明状态。因为我的冥想空间是有灵视的东西，所以我会旁观画面的出现，但没有思考能力，是没有思考能力的状态。但我能做的是可以记住画面，我可以醒来，回到贝塔波，回到贝塔波之后再去推理刚刚那个画面是什么意义。像意识飘出了身体独立存在，在宇宙中观测这一切。